有缘的朋友，你是否最近感受到一种难以言喻的违和感？仿佛生活中的一切都变得有些不一样了。这种感觉并不强烈，却又挥之不去，就像一阵若有若无的微风，轻轻地拨动着你的心弦。欢迎来到修心之源频道，在身心灵的成长之路上，我们共同修行，不断探索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请先点个订阅，自此修行不迷路。希望您种下智慧修行的种子，福德无量。让我们先来聊聊这种日常生活中的违和感。也许你会发现，曾经期待的周末聚会突然变得索然无味，朋友间的谈话似乎停留在表面，又或者你开始对每天忙碌的工作节奏产生疑问，思考这样的生活是否真的是你想要的，甚至连过去引以为傲的成就，现在看来也不过是生命长河中的一个浪花。记得有位年轻的创业者曾经分享过他的经历，在创业成功后，他本该感到满足和快乐，但内心却涌现出一种莫名的空虚感。他开始质疑，为什么达到了目标，却感觉离真正想要的生活越来越远。这种违和感就像一面镜子，照出了内心深处真实的渴望。为什么会感到与周遭格格不入？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。就像一棵正在生长的树，当新的枝叶开始萌发，老的树皮必然会感到紧绷。这种不适感往往意味着你的内在正在经历一场静默的革新，你的意识正在扩展，而曾经熟悉的环境已经无法容纳新生的你。这让我想起《牧羊少年奇幻之旅》中的主人公，在开始他的旅程之前，也经历过这样的时期。他对平静的牧羊生活产生了一种莫名的躁动，这种躁动最终引领他踏上了寻找自我的旅程。请记住，这种违和感不是一个危险的信号，恰恰相反，它是成长的礼物。就像蝴蝶在破茧而出之前，必然会感到束缚和不适，这种不适恰恰预示着蜕变的开始。在禅宗中有一个说法，一触即是悟处。正是这些让你感到不适的时刻，往往是你意识觉醒的开端。当你开始注意到这些细微的变化，当你开始质疑曾经习以为常的事物，这正说明你的内在正在苏醒。就像冬眠的熊感受到春天的第一缕暖阳，你的心灵也在召唤你去探索更广阔的天地。这个阶段，你可能会感到困惑，甚至有点孤独，但请相信，这种状态是暂时的，就像黎明前的黑暗。重要的是，不要抗拒这种感觉，而是温柔地接纳它，允许它存在，因为它正在指引你走向真实的自己。记住，每个伟大的旅程都始于一个微小的觉察，每次重要的蜕变都从一丝违和感开始。你现在所经历的，正是通往更真实、更丰富的人生的第一步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保持耐心和温柔，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去体验这个神奇的转变过程。当我们谈论价值观的重构时，就像是在谈论一座房子的重建。原本你住在一座由社会规范、家庭教育和个人经历所建造的房子里，它看似稳固，却在某一天开始出现了细微的裂痕。让我们首先来看看这种动摇是如何开始的。也许是某天你突然意识到，一直追求的事业成功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满足感，或者是在购买了一件期待已久的物品后，那种喜悦感却转瞬即逝。这就像是一颗落入平静湖面的小石子，激起了内心深处的涟漪。我记得一位高级管理者分享过他的经历，在爬到职业顶峰后，他在一次公园散步时，看到一位老人正在教孙子放风筝。那一刻，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纯粹的快乐了。这个简单的场景触发了他对生活意义的深刻思考，对生活意义的重新思考，往往始于一个简单的问题：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？这个问题像一把钥匙，打开了我们内心深处尘封已久的门。我们开始质疑那些一直奉为圭臬的成功标准，高收入是否就等于高品质的生活？
社会地位是否真的能带来内心的平静？在禅宗里有一个著名的公案，一位禅师问弟子：你本来的面目是什么？这个问题直指本质。同样，当我们审视自己的价值观时，也需要追问：哪些是真正属于我的选择？哪些只是随波逐流的产物？建立新的内在准则，这个过程就像是在黑暗中摸索前行，它需要勇气，需要耐心，更需要诚实地面对自己。你可能会发现，真正打动你的不再是物质的积累，而是心灵的充盈；不再是外在的认可，而是内在的平和。面对价值观转变带来的困惑，最重要的是保持耐心和温和。这个过程就像是在整理一个杂乱的房间，需要时间去分辨什么是真正需要保留的，什么是可以放手的。记住，这种困惑和不安都是正常的，它们是成长的必经之路。就像春天的植物需要时间发芽生长，新的价值观也需要时间去生根发芽。有时候，最重要的不是立刻找到答案，而是保持提问的勇气和开放的心态。记住，价值观的重构不是否定过去，而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提升和扩展。就像一棵树，新的枝叶生长，并不意味着要砍掉原有的枝干，这是一个不断融合、提升的过程，最终会让你的生命更加丰富和完整。这个旅程可能会让人感到不安，但请相信，当你开始真诚地面对内心的召唤时，你已经在正确的道路上了。因为真正的成长，往往始于对已知世界的温和质疑，终于对未知可能性的从容接纳。首先，让我们来认识什么是能量状态。想象你的能量就像手机的电池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电量显示器。当我们精力充沛时，就像满格电量，能够从容应对各种挑战。当能量不足时，则会感到疲惫、烦躁或注意力难以集中。学会识别自己的能量状态，就像学会阅读这个内在电量计。你可以随时问问自己，此刻的精力水平如何？身体是否感到轻松或紧绷？思维是否清晰流畅？情绪是否稳定平和？有个瑜伽老师曾经分享他的经验，每天早晨醒来的第一件事，就是花1分钟觉察自己的能量状态。这个简单的习惯帮助他更好地规划一天的活动，避免能量透支。理解情绪耗竭的真正原因，往往需要我们深入观察。很多时候，能量的流失不仅来自于工作任务本身，更多的是来自于不必要的情绪卷入、过度的责任感、模糊的边界意识、难以说不的习惯。就像一个年轻的社工的故事，他总是全身心投入每个案例，把服务对象的困境都视为自己的责任。直到有一天，他突然发现自己完全耗竭，连最基本的工作都难以完成。通过专业督导的帮助，他才明白，同理心不等于承担，关心他人的同时也要照顾好自己。建立健康的能量边界，就像是为自己的心灵筑起一道温和而坚定的围墙。这个围墙不是用来隔绝外界，而是用来管理能量的流动。具体可以学会觉察哪些情况会消耗你的能量，识别哪些活动能为你充电，设定清晰的界限，知道什么是你的责任，什么不是，培养说不的能力。记住，这不是拒绝，而是对自己的负责。在日常社交中保持能量平衡，这是一门需要不断练习的艺术。以下是一些实用的方法。能量规划，提前为重要社交活动预留恢复时间，在高强度社交前后安排独处时光，根据自己的能量周期安排活动，觉察信号，注意疲惫、烦躁等预警信号，适时退出过于消耗能量的场合，保持与身体信号的连接。能量补充，建立日常充电的仪式感，培养滋养性的兴趣爱好，保持规律的运动和休息。记得有位教师分享过他的经验，他会在办公室里预留15分钟的安静时间，关上门，
做几次深呼吸，让自己从繁忙的课堂中短暂抽离。这个简单的习惯帮助他在教学过程中始终保持充沛的能量。在能量管理的过程中，最重要的是保持觉察和温和，不要用过于严格的标准要求自己，而是要像照顾一盆植物那样，给予适度的关注和照料。这让我想起禅宗里的一个比喻，修行如同调琴弦，太松则无声，太紧则易断。我们的能量管理也是如此，需要在付出与守护之间找到平衡。请记住，建立健康的能量边界不是自私，而是自我照顾的必要部分。只有管理好自己的能量，我们才能持续地给予他人，才能在漫长的人生旅程中保持生命的活力和热情。就像古老的智慧所说，生命不在于目的地，而在于旅程本身。愿你在觉察和管理能量的过程中，发现属于自己的从容与智慧。直觉能力的增强往往始于一个微妙的觉察。也许你会发现，在做决定时，身体会给出一些细微的信号，心跳的变化，胃部的感觉，或是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预感。这些都是你的直觉在跟你对话。记得有位企业家曾分享他的经历，在一次重要的商业决策中，所有的数据分析都显示这是个绝佳的机会，但他的直觉却发出了警告信号。他最终选择相信这个直觉，后来证明这确实帮他避开了一个巨大的陷阱。这不是说我们要完全抛开理性分析，而是要学会同时倾听内在的智慧。当我们开始关注内在的声音时，会发现它变得越来越清晰，就像调频收音机。当我们找到正确的频率，那些之前被噪音淹没的信号就会浮现出来，对事物的直观感知变得敏锐，能更快地察觉到不真实或不协调，在混乱中找到清晰的方向，对人和事的判断更加准确。有个瑜伽老师说过，真正的智慧不是来自头脑的分析，而是来自全身心的觉知。当我们静下来倾听时，身体的每个细胞都在传递信息。学会信任自己的判断，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。就像学走路的孩子，开始时可能会摔倒，但每次尝试都在建立自信。以下是一些建立自信的方法：记录直觉，把直觉的感受记录下来，追踪直觉的准确程度，观察哪些情况下直觉更准确。小事练习，从日常小事开始练习，在安全的环境中测试直觉，积累成功的经验，反馈循环，检视决策的结果，理解什么帮助或干扰了直觉，不断调整和优化。在决策中保持内在平衡，就像是在理性与直觉之间搭建一座桥梁。这让我想起《道德经》中说的上善若水，水总能找到最自然的路径，既不过分用力，也不过分松懈。以下是一些保持内在平衡的具体方法：停顿片刻，在重要决策前留出思考的空间，允许答案自然浮现，不急于得出结论，体察全方位的反应，关注理性分析的结果，倾听情感的回应，觉察身体的信号，寻找和谐点，在不同的声音中找到平衡，让决策既符合逻辑又感觉舒适。保持开放和灵活的态度，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一些挑战，怀疑自己的判断，害怕做出错误的决定，外界意见的干扰。但请记住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节奏和路径，就像大自然中的植物，每一株都知道如何向助阳光生长。我们的内在智慧也同样会指引我们走向适合的方向。当我们开始内在的成长之旅，人际关系往往是最先发生变化的领域之一。就像一棵树开始向上生长，它的根系也会相应发生改变，有些根会自然萎缩，而新的根却在不断伸展。这就是关系质变的自然过程。首先，让我们谈谈就有关系的自然疏离。这个过程往往是静悄悄的，就像潮水慢慢退去。你可能会发现，过去的话题不再能引起共鸣，聚会变得越来越像一种社交义务。
交谈难以深入到内心层面，价值观的差异开始显现。有位作家曾经形容这种体验，就像我们说着相同的语言，却已经不在同一个频道上。这种疏离不是刻意为之，而是成长带来的自然结果。记得有位女性分享她的故事，在经历了一次深刻的人生觉醒后，她发现自己很难继续参与朋友们的八卦闲聊。起初她为此感到内疚，后来才明白，这不是谁对谁错，而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节奏。新的连接方式往往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出现，这种连接更加自然和轻松，少了社交压力，充满真诚的交流，建立在共同成长的基础上。就像一位瑜伽老师说的，当你开始真实的活出自己，对的人就会被你的能量所吸引，这种吸引是自然的，不需要刻意追求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会发现自己对互动的需求发生了变化，渴望真诚而深入的对话，寻求能量上的共振，重视精神层面的交流，珍惜能互相支持成长的关系。有个很美的比喻，真正的交流就像两个火炬相遇，不仅能照亮彼此，还能一起照亮更远的地方。在寻找心灵伴侣的过程中，我们需要注意保持开放而不执着，允许关系自然发生，不带住期待和需求，保持自己的完整性，培养辨识能力，感受能量的相容性，观察价值观的一致性，注意相处时的自然感，建立健康的互动模式，保持适度的边界，互相尊重个人空间，支持彼此的成长。一位心理咨询师分享过他的观察，真正的心灵伴侣关系不是相互依附，而是相互启发，就像两颗星星，既相互呼应，又各自闪耀。在这个转变过程中，可能会遇到一些挑战，对孤独的恐惧，对改变的不安，社交圈缩小的困扰，但请记住，这些都是暂时的，就像春天的播种，看似是一个失去的过程，实际却是新生命的开始。处理旧关系时的建议，保持温和和理解，不需要刻意切断，给彼此成长的空间，保持感恩的心态。在寻找新连接时，跟随内心的指引，保持真实和开放，不急于填补空缺，享受独处的时光。关系的质变是一个自然的过程，就像春去秋来，不需要强求，也不必恐惧。每一段关系都是生命给我们的礼物，无论是短暂相遇还是长久相伴，都在教会我们如何更好地认识自己和他人。让我们以一颗平和的心来面对这些变化，相信当我们活出真实的自己时，对的人自然会出现在生命中，就像星星会找到自己的星座。每个真诚的灵魂最终都会遇见自己的部落。有缘的朋友，感恩你能看到这里。若今日的分享对你有所启发，请随手点个赞，以此回应，留下一句灵魂觉醒，共鸣心灵。愿众生早日觉悟，平安喜乐，圆满自在。尚未订阅的朋友，欢迎点击右侧订阅，与我们结下更深的法缘。愿你随手转发，弘扬智慧，传播善行，功德无量，福慧双增。